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陆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本赛季的 NBA 可以说是百花齐放，联盟有太多球星都打出了非常惊艳的表现，其中最亮眼的毫无疑问就是约基奇了。他打到现在的场均可以砍下 30.9 分、13.3篮板、9.9助攻、1.8抢断、2.13分。很难想象这是一个2.11米的大中锋打出的数据，这也是为什么掘金现在战绩不佳，但约基奇依旧可以高居 MVP 排行榜第一的原因。不过除了像约基奇这种在本赛季有着明显进步的球员之外，联盟也有不少球星反而出现了下滑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球员。第10名，克莱·汤普森，本赛季场均14分、3.6篮板、1.8助攻，投篮命中率 40.8%。在休赛期确定要与勇士分道扬镳之后，汤普森在一众下家中挑选了独行侠。由于离开了熟悉的体系，本赛季他也做出了一些改变。现在很明显可以看出，汤普森相比于在勇士时期减少太多跑动了。另外，他的持球也在变少，但降权并没有帮助汤普森打出更高的效率，反而还出现了肉眼可见的下滑。明明他本赛季获得了不少的定点控卫3分机会，从各方面就能看出，汤普森现在已经很难稳定的影响比赛了。当他某一天手感在线的时候，他确实还能连着投进3分，但现在他手感不佳的比赛明显比手感爆棚的比赛多不少。防守端汤普森现在能做的贡献也很少，他基本只能利用体型优势去防守了，他的横移速度都比不上巅峰时期。好在独行侠体系很完善，再加上还有东欧坐镇，他们现在也是依旧可以排在西部前列。第9位，哈利伯顿，本赛季场均 18.1 分、3.4篮板、8.6助攻、1.3抢断。虽然哈利伯顿说是持球大核，但实际上他在个人进攻方面的得分手段是非常匮乏的，其中3分算是他之前最依赖的进攻方式了，而这一点要是被限制住了，他就很难发挥了。本赛季哈利伯顿的3分就投出了生涯最差的表现， 35% 的命中率创下生涯新低，这还是在最近有所回暖的情况下，命中率有所回调。赛季初期他的投篮表现简直惨不忍睹，现在其他球队也摸透了哈利伯顿的打法，他除了投3分之外就是大量的传导球，对手只要减少防守哈利伯顿的注意力，他就很难为队友创造机会了。本赛季在哈利伯顿状态一般的情况下，步行者的战绩比起上赛季也出现了下降，他们后面还能不能打进季后赛都是未知数了。而且以哈利伯顿这个状态来看，他大概率也很难入选全明星了。第8位，巴特勒，本赛季场均 19.4 分、6.1篮板、5助攻、1.3抢断。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巴特勒常规赛还在不断降低持球比例，本赛季很明显可以看出来，他现在反而是很依赖队友为他创造简单的得分机会。虽然可以说他是在划水，但实际上他在常规赛的托底能力已经基本没有了。在他之前的巅峰时期，他就算再摆烂，每个赛季打出场均20+5+5的数据还是很简单的。而现在巴特勒和热火的缘分似乎也走到了尽头。从 Shams 的报道来看，巴特勒在交易截止日前离队，基本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，并且他还报道出了巴特勒最心仪的球队就是太阳和勇士。加盟太阳，巴特勒只需要扮演3当家的角色，而加盟勇士，这里的体系也能帮助他更好的打无球，这对现阶段的巴特勒来说确实都是不错的选择。第7名，莫里，本赛季场均 18.4 分、3.9篮板、6.1助攻、1.4抢断。上赛季季后赛，莫里就暴露出了他的状态糟糕，后面在国际赛场上他的发挥更是惨不忍睹。但即便如此，掘金仍然还是以顶薪和他完成了续约，结果就是莫里将他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了本赛季。常规赛开始到现在，莫里整体的发挥毫无疑问就是配不上自己的新合同，因为他掘金多输掉了不少比赛，要不是他打得差，约基奇也不用从一开始就火力全开。不过好消息是，莫里最近的状态还是比赛季初强了不少的，但谁也不知道他后面能不能坚持下去，而且莫里的伤病隐患也是不小的。如果掘金以争冠为目标，季后赛他这一点还是不太值得信任，因为伤病原因，现在莫里突破能力下滑太多了，再加上他的天赋一般，很多时候莫里就只能迎着对面指尖投篮，这就导致他非常吃手感，一旦外线打不开，他就很难影响比赛了。第6名，库兹马，本赛季场均 15.8 分、5.6篮板、1.9助攻。
自从2021年被交易到奇才之后，库兹马在这里的地位一直都是在稳步提升的。上赛季他也打出了场均 22.2 分、6.6篮板、4.2助攻的准全明星级别的数据。当时来看，他无疑是比普尔更出色的球员。本赛季本以为库兹马将继续延续这样的状态，结果现在他反而被普尔拉开了差距。后者现在已经坐稳了球队老大的位置。本赛季库兹马的表现堪称他奇才生涯最差的状态，场均得分、篮板、助攻全是近4个赛季的新低，并且他投篮命中率也只有 42%， 三分命中率更是只投出了 27.6%。目前来看，奇才已经把库兹马摆上了交易货架，而且有意他的球队着实还是不少的，像国王等球队都是他潜在的下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其中还包括他的前东家湖人。第5名，艾顿。本赛季场均 14.2 分、10篮板、1.2助攻。2023年，太阳决定放弃艾顿，并把他送到了开拓者。那时的开拓者基本就要开启重建了，因此很多球迷都认为艾顿有望在这里找回自信。结果上赛季艾顿的表现就已经是足以让球迷们大失所望了。当时他场均仅 16.7 分、11.1篮板、1.6助攻、1抢断。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还不是他的下限。本赛季他的发挥更是惨不忍睹，在打了17场比赛之后，艾顿的场均得分、篮板、助攻、投篮命中率全都创下生涯最低。看起来开拓者也完全不想在他的身上浪费培养精力了。最关键的是，以艾顿这种心态，强队是不太敢赌他状态回暖的。毕竟他现在大合同拿在手，无论在哪儿打球，他都不会少拿钱。而他要是不好好在这个年纪寻求进步，等到合同到期后，他分分钟都有可能被 NBA 淘汰。第4名，杰伦·格林。本赛季场均19分、4.6篮板、2.6助攻、1.1抢断。在2021年的选秀大会上，火箭先后选中了格林、申京。由于两人顺位之间的差距，当时普遍都是看好格林的声音，结果打到现在反而是申京先打出了名堂。而上赛季申京受伤之后，格林迎来了一波爆发，这又让很多球迷对他产生了希望。结果本赛季开始之后，格林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当时只是昙花一现。本赛季格林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不稳定，但整体来说他还是拉胯的时间比较多。打到现在，他有3场30加的比赛，而得分个位数的比赛则是有4场。虽然这已经是他在 NBA 的第4个赛季了，但格林很多时候在场上还是会给球迷一种他第1年打 NBA 的感觉。他各方面技术和球商实在是差太多了。第3名，布克。本赛季场均 25.4 分、3.7篮板、6.4助攻、1.1抢断。如果综合出勤来看的话，布克看起来还是太阳的老大，但只看球场表现的话，他绝对是不如杜兰特的。在后者缺席比赛期间，布克带队可谓是一胜难求。相比之下，杜兰特肯定是集战力更加出色的球员，而这肯定是太阳没想到的。要知道，在2023年季后赛，布克的表现实在是太亮眼了，那时候都以为他要正式坐稳球队老大的位置了。综合年纪来看，这也是他们最想要看到的局面。结果本赛季太阳还得指望一个36岁的老将，布克似乎已经是无法更进一步了，他现在的水准就已经是他的上限了，而这也或许是太阳想要继续寻求交易的原因。毕竟以他和杜兰特、比尔的组合显然是无法争冠，所以说还不如尽快做出改变，再尝试其他阵容。第2名，库里。本赛季场均23分、5.2篮板、6.7助攻、3.2失误。过去这2个赛季，为了谨慎使用库里，科尔不仅减少了他的上场时间，而且还增加了他无球进攻的戏份，这都说明着勇士也发现了库里的下滑，同时这也是想尽可能保证他的健康。本赛季库里的持球能力进一步下降，尤其是他的突破。常规赛至今，他在篮下合计出手了86次，命中率 50%， 这样的效率显然已经远远低于联盟平均水准。还有就是库里持球的时候，他的失误也越来越多。本赛季按理说他应该打得很轻松，但场均失误还是超过了3次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场均失误第4多的赛季。正因为库里的下滑，勇士迫切想要培养或找到第2持球点，在队内无法开发出来此等资源的情况下，他们也是选择交易来了施罗德，并且后续勇士还会争取交易来第2个球星。第1名，詹姆斯。本赛季场均 22.8 分、8篮板、9.1助攻、4.1失误。
原本赛季初期詹姆斯的下滑还不是那么明显，他不仅保证了一定的基础数据，而且进攻也是相当高效。他的3分命中率一度投出了生涯最佳水准。可由于上场时间居高不下，再加上一直没有轮休的原因，詹姆斯后面的状态出现了断崖式下滑，尤其是3分手感更是直接跌到了现在的 36.5%。而且由于詹姆斯打了更多持球，他也是完全控制不住失误了。上一次他场均4加失误还是2017至2018赛季，那一年詹姆斯还是联盟里最好的持球大核之一。不得不说，即便是詹姆斯，他也是无法对抗得过时光老人的。本赛季他的发挥证明了他的职业生涯真的已经进入倒计时了。无论后面还能不能夺冠，他离开 NBA 大概就是明年或者后年的事情了。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，请点点订阅，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。